故事屋。我是小熊嘟嘟嘟，只爱笑，不爱哭。奇怪的小狗。鸡妈妈带着一群小鸡在草地上捉虫。一只小狗来找小鸡玩，来，我有小肉虫给你吃。哎呀！傍晚的时候，鸡妈妈发现小鸡少了一只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鸡妈妈来找嘟嘟熊大侦探帮忙。嘟嘟熊仔细问了当时的情况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小狗可能有问题，我们来制定一个计划。咱们这样。好。第二天，小鸡们又在大树下玩，嘟嘟熊躲在树上观察，小狗又来了。和狗长得一样，谁能猜到我是狼？小狼扑过去抓住一只小鸡，这时嘟嘟熊从树上撒下一张网，看你往哪儿跑！不好，别让它跑了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抓住它！抓住它！灌木丛后面有一只小狗，它俩看起来一模一样。你做什么？这下你跑不掉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一模一样？你们两个到底谁是小狼？我不是小狼，我是小狗。我是小狗，你是小狼。你们谁偷了我的孩子？快说！是他！你们看，他尾巴上还沾着小鸡的羽毛呢。原来是你！不是，是他刚粘在我尾巴上的。就是你，别狡辩。到底谁是小狼啊？是啊，我都被弄晕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家别急，让我想一想。想区分谁是狼很简单，你们叫一声听听。我是嗓子疼，叫得不好。不对，你就是狼，狼不会学狗叫。原来是你！快抓住它！嘟嘟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狼和狗的叫声不一样，尾巴也不一样，是他伪装成了小狗的样子去偷小鸡。原来小狼看到小狗长得跟自己很像，就假装成小狗的样子去找小鸡玩，再偷偷把小鸡抓走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是想和小鸡一起玩，但是你用错了方法。我知道错了。小狼交出被抓的小鸡，还给了鸡妈妈。妈妈！太好了，我的孩子回来了！谢谢你，嘟嘟熊大侦探。鸡妈妈，不客气。吃西瓜。嘟嘟熊种的西瓜丰收了，他请大家来品尝。嘟嘟熊，我们来了！欢迎！好多大西瓜呀！好大的西瓜！小老鼠，因为你太小了。是啊，你太小了。嘟嘟熊送给每个小动物一个大西瓜。谢谢嘟嘟熊。太好了，我要这个。我要这个。
那我要这个。那这个给你，小老鼠。好。嘿，哎呦，小老鼠，小心！呀，西瓜太圆了。我也抱不动。我也不行，那怎么拿回家呢？我有一个好办法。嘟嘟熊把大西瓜切成一块一块，分给大家吃。拿不走，那就吃掉它。大家来吃吧。好，西瓜切好了。嘿，这么大块，我可吃不了。我也吃不了。这么小一块，我不够吃的。我也不够吃。我有办法，再等一下。嘟嘟熊把大西瓜切成大小不同的块，按照大小排好。小动物们也按照个子大小排成了一排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大家请吃吧。我吃大块的。我吃不大不小的。我吃小块的。嘿，我吃小小块的。嘿，真好吃。真甜，真甜。好吃，好吃。真甜。这就对了。下雨了，吃完西瓜的小动物正好顶着西瓜帽回家。再见，嘟嘟熊。再见，再见，下次见。小狐狸当值日生。今天轮到小狐狸当值日生，他带上值日生标志，昂首挺胸，走路都威风。他训小兔，不许在走廊里跑。小兔好委屈，我在走路，没有跑呀。他说小猫，不许随地扔垃圾。小猫莫名其妙，我没有扔垃圾呀。小狐狸问小熊，你会在墙上乱写乱画吗？小熊说，我才不干坏事呢。小狐狸转了整整一天，一个违反纪律的小朋友也没发现，这多没意思啊！小狐狸使劲想呀想，想了一个好办法。他站在镜子前，用手在镜子上乱画乱抹，又对着镜子按自己的鼻头，然后把镜子里的自己批评了一顿。放学的时候，小狐狸向老师报告，有一个坏小孩，乱写乱画，还按别人的鼻头，我批评了他，他承认了错误，保证以后不再犯。老师问，这个小朋友是谁呀？小狐狸眼珠一转，说，这是个秘密。今天真是完美的一天，小狐狸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有只小老鼠，鼻头圆圆的，不光鼻头圆，还有个圆圆小屁屁。圆鼻头圆屁屁，看起来真美丽。所以它的名字叫包比，包比，包比。过家家，包比和小鸭一起过家家，小鸭当宝宝，
包比当妈妈。包比捉小鱼，又去捉小虾，还为小鸭扎来一朵花。小鸭叫嘎嘎，我爱包比鼠妈妈。包比和小鸭一起过家家，小鸭当宝宝，包比当妈妈。包比捉小鱼，又去捉小虾，还为小鸭扎来一朵花。小鸭叫嘎嘎，我爱包比鼠妈妈。闭上小眼睛，转转小眼珠，咕噜噜噜噜，咕噜噜噜噜，揪揪小耳朵，像只小兔子，捏捏小鼻子，像只小猴子，抬抬头，点点头，左扭扭，右扭扭，像只小蜗牛，伸伸胳膊，蹬蹬脚，扭扭小屁股，像只小企鹅。休息操做好了，我们接着看动画吧。亲子思维导图，括号图。括号图主要帮助孩子了解整体与部分的关系，在认识整体事物的同时，注意观察事物不同部分的内容，逐步分解，将思维详细化。括号图由主题和大括号后面的内容组成，整体在左侧，部分在右侧，中间是大括号，部分还可作为整体继续分。我们来举几个例子，比如主题是彩虹，彩虹是一个整体，它由7种颜色组成，那么子主题就是彩虹的部分，每一个部分分别是红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、青色、蓝色、紫色。再比如主题是雪人，图中的雪人是一个整体，那么构成它的每一个部分就是括号图的子主题，包括铁桶帽子、头部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身体、围巾、手臂。括号图主要用来表示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。括号图也可以包含多个层次，比如主题是嘟嘟熊画报，右边的部分是综合刊、游戏刊和玩具书，而综合刊又可以作为一个整体，再分侦探故事、科普故事、睡前故事等，都是它的一部分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括号图不用来表示类别关系，不要与树形图混淆。小朋友可以自己来试着画一画括号思维导图，可以选择几个熟悉的事物，把它们列出来，再逐层把它们细分为每个部分。这种锻炼对思维能力的培养很有好处哟。9月10日是教师节，小朋友学做一张立体贺卡送给亲爱的老师吗？拿出手工卡纸，沿中线剪开，把有图案的卡纸向背后对折，有颜色的一面朝外，沿着卡纸上的白线剪开，把剪出来的部分向上折，把折出来的部分沿折痕推出来，调整好角度，把另一张卡纸对折后，贴在前面折好的立体贺卡背面。从手工材料纸上剪下贺卡配件，依次粘贴在贺卡的立体条上。
瞧，有趣的立体贺卡做好了。巧手折纸，火箭，准备材料：彩纸、彩笔。把正方形彩纸分别沿中线和对角线对折，压出折痕。把两边向中间推，折出双三角形。把双三角形下面两个角沿中线向上折，背面相同。再把折上去的两个角向下折，背面相同。把折出的两个小三角打开，压折成小正方形，背面相同。把正面左右两边分别折向中缝，背面左右两边也分别折向中缝。把左右两个角轻轻拉开，压平，画上装饰。瞧，火箭做好了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你们喜欢，爸爸妈妈可以轻轻点一下订阅哦，这样每天都有新故事陪宝贝一起听。有时候爸爸妈妈在做家务、开车，或者在睡前想让宝贝安静听故事，都可以打开 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， 搜索小故事屋，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我们的故事哦。期待下次再和你们一起讲故事哦。